前幾天，一個外國朋友突然問我一個問題。什麼問題？他說：“中國是不是特別喜歡二維碼？”這個問題很有意思。因為他剛來中國沒幾天，就發現買水要掃碼，吃飯要掃碼，騎共享單車要掃碼。後來他發現，連水果攤和路邊賣小吃的地方都有二維碼。說實話，如果第一次來中國，真的很容易有這種感覺。對，因為二維碼好像到處都是。而且，這只是他來中國的前2天。歡迎來到漢語微風，這裡是一個可以輕鬆聽中文、慢慢習慣中文的地方。我是月寧。大家好，我是奕晨。最有意思的是，他第一天其實沒有覺得有什麼特別。什麼時候開始覺得奇怪的？第2天。為什麼？因為他突然發現，不管走到哪裡，好像都能看到二維碼。便利店有，奶茶店有，水果攤有，活動海報上也有。然後開始注意到了。對，一旦開始注意，就越來越覺得神奇。我覺得很多事情都是這樣。什麼意思？平時不會注意，但是一旦有人提醒你，你就會發現它真的無處不在。這個我同意。因為對於很多中國人來說，二維碼已經變成背景的一部分了。我認真想了一下，我已經很久沒有認真看過二維碼長什麼樣了。我也是，每天都會看到，但是完全不會注意。就像路燈、紅綠燈或者公交站一樣，它一直在那裡，但是不會專門去看。有時候一天會看到很多很多次。付款掃一掃，點餐掃一掃，加好友掃一掃，取快遞掃一掃。回頭一想，好像一天都在掃一掃。而且最有意思的是，現在很多中國人看到二維碼以後，第一反應就是拿出手機。對，甚至有時候還不知道二維碼是做什麼的，就已經準備掃碼了。這個習慣真的很有意思。二維碼已經變成中國生活的一部分了。後來他說了一句話。什麼？他說：“中國是不是連空氣都有二維碼？”這個說法有點誇張。但是我馬上就明白他為什麼這麼說。因為第一次來中國的人，真的會不斷發現新的二維碼。剛開始在便利店看到，後來在餐廳看到，再後來發現共享單車上也有，快遞櫃上也有，活動海報上也有。所以他們會一直問，為什麼這裡也有二維碼？為什麼那裡也有二維碼？最後變成為什麼什麼都有二維碼？其實這個問題挺有意思的，因為我們平時已經不會主動思考了。對，二維碼已經變成中國生活的一部分了，而且是每天都會接觸很多次的那種。有時候你不會覺得自己在使用二維碼，但是晚上回家以後，回頭想一想，會發現自己今天已經掃了很多次。所以今天我們就來聊聊，為什麼中國到處都是二維碼。我覺得二維碼最常出現的地方之一，其實不是付款，而是交朋友。很多外國朋友來到中國以後，會發現一個現象。大家認識以後，很少交換電話號碼，更多時候會直接說一句“加個微信吧”。對，而且這個過程特別快，拿出手機，打開微信，掃一掃二維碼，基本就完成了。有時候整個過程可能連10秒鐘都不用。其實我前幾天突然想到一件事。我已經很多年沒有記新朋友的電話號碼了。以前小時候完全不是這樣。那個時候，如果認識一個新朋友，還會把電話號碼寫下來，有時候甚至會背下來。我也是。我小時候還有一個小本子，專門記同學和朋友的電話號碼。真的？真的。而且那個本子特別重要，有時候出去玩，忘記帶鑰匙都沒關係。但那個本子不能丟。這個我懂，
因為那個時候如果電話號碼丟了，可能真的聯繫不上對方。對，現在的小朋友可能很難理解這種感覺。現在完全不會有這種擔心，換手機也沒關係。登錄微信以後，聯繫人基本都會回來。所以很多年輕人現在可能知道朋友的微信名字，卻不知道朋友的電話號碼。這個真的特別真實。我認真想了一下，好像有不少朋友都是這樣，認識很多年，經常聊天，但是如果突然問我他的電話號碼，我根本不知道。我也是，有時候別人讓我幫忙聯繫一個朋友，然後呢，我會說我有他的微信，但是沒有電話號碼。對，其實這樣想想，大家聯繫人的方式真的變了很多，而且這個變化發生的特別自然，平時不會覺得有什麼問題。直到有人突然問你，你朋友的電話號碼是多少？然後發現自己根本答不上來。真的會這樣。而且微信裡面什麼都有，發消息、發照片、打語音、分享位置，很多事情都在同一個軟件裡面完成。所以大家見面的時候，自然就會說一句，加個微信吧。而且二維碼在這裡真的特別方便，不需要輸入電話號碼，也不用擔心輸錯數字，掃一掃就結束了。除了交朋友，其實很多活動也是這樣。看到一個活動海報，掃一掃報名；參加一個課程，掃一掃進群；下載資料的時候，很多時候也是掃一掃。有時候我看到一個活動海報，最顯眼的東西不是活動內容，而是二維碼。對，因為很多人第一件事就是先掃碼看看。其實說到這裡，我突然想到另外一個變化。什麼變化？以前出門的時候最怕忘記帶錢包，現在出門的時候最怕忘記帶手機。這個我特別有共鳴。為什麼？因為錢包放在家裡，有時候一整天都不會發現，晚上回家以後才想起來。真的。但是手機不一樣。對。我有一次已經走到地鐵站了，然後呢？突然發現手機忘在家裡，直接回去拿。直接回去，一點都沒猶豫。一點都沒有，因為我突然發現今天很多事情都做不了。付款不方便，聯繫朋友不方便，騎共享單車也不方便，有時候連進辦公樓都不方便。這個太真實了，所以最後還是回家拿手機。我也有過類似的經歷，有一次下樓以後才發現手機沒帶，然後馬上回去。因為那時候我突然覺得好像什麼都沒帶一樣。雖然鑰匙帶了，雖然錢包帶了，但是還是覺得不安心。對，這樣想想，很多原來需要錢包完成的事情，現在都變成手機完成了。而手機裡面最常出現的東西之一就是二維碼。如果有一天微信二維碼突然消失，我覺得很多人會愣一下，因為以前見面第一句話是加個微信吧。對，突然變成你的電話號碼是多少？聽起來像回到很多年前。真的。說到二維碼，我覺得變化最大的地方其實是付款。前幾天我整理錢包的時候，突然發現裡面有200塊錢現金。最有意思的是，我完全不記得這些錢是什麼時候放進去的。後來我想了想，好像已經很久沒有專門用現金買東西了。這個我特別有共鳴。我錢包裡現在也還有一點現金，但說實話，我幾乎不會用。有時候打開錢包看到那幾張紙幣，我都會想，這些錢到底是什麼時候放進去的？以前現金是最方便的東西，現在反而變成最少用的東西。小時候完全不是這樣，那個時候出門一定會帶現金，有時候買早餐、買零食、坐公交車都要用現金。如果出門忘記帶錢包，會覺得特別麻煩。
對，我記得上學的時候，出門之前經常會檢查錢包帶沒帶。現在完全變了，現在很多人出門第一件事不是看錢包，而是看手機。手機在，心裡就很安心。而且我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變化，以前收到現金會覺得高興，因為馬上就能花掉。現在收到現金以後，我經常直接放進錢包，然後過很久才想起來。我也是，有一次朋友還我錢，直接給了我現金，結果過了差不多1個月，那些錢還在錢包裡面。不是因為我不想花，而是因為每次付款的時候，我都會下意識先拿手機。這個習慣真的很難發現，因為它已經變得特別自然了。走到收銀台的時候，根本不會想現金在哪裡，而是直接打開手機找付款碼。不過我跟你有一點不一樣。什麼不一樣？我錢包裡還是會放一點現金。真的嗎？我已經很久沒有這樣做了。我知道自己幾乎用不到，但總覺得帶一點會比較安心。但你一年可能都用不了幾次吧？這個我承認，所以有時候我也會問自己，既然不用，為什麼還一直帶着？有答案嗎？暫時沒有。這個回答很真實。可能只是習慣吧。畢竟小時候一直覺得現金很重要。雖然現在付款幾乎都用手機，但錢包裡有一點現金，還是會覺得安心一點。這樣想想，每個人的習慣還是不太一樣。不過有一點好像差不多。什麼？現在看到收银台的時候，大家第一反應都是找二維碼，而不是找錢包。對，我第一次真正意識到，二維碼已經進入所有生活場景，是很多年前冬天發生的一件事。那天下班特別晚，天氣也很冷。我在路邊看到一個賣烤紅薯的攤位，突然特別想吃。結果走過去準備付款的時候，我發現自己身上沒有現金。如果是在以前，可能就買不了了。對，當時我也是這麼想的。我甚至已經準備離開了。結果賣紅薯的大爺看了我一眼，然後指了指旁邊。我低頭一看，那裡放着一個二維碼。那個瞬間是不是有點意外？真的有一點，因為在我的印象裡，賣烤紅薯這種路邊小攤，好像一直都和現金聯繫在一起。結果那個時候，我突然發現，原來二維碼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方。我也有類似的經歷。第一次看到水果攤有二維碼的時候，我其實愣了一下。因為小時候去買水果，老闆總是在找零錢。現在很多水果攤前面直接放着2個二維碼，一個微信，一個支付寶。而且很多外國朋友第一次看到這個畫面都會覺得很驚訝。他們覺得大型商場能掃碼付款很正常，但是路邊賣水果的大爺也能掃碼付款，這就有一點超出想象了。我有一個外國朋友第一次來中國的時候，就專門給水果攤拍了一張照片。為什麼？後來我問他，他說這個畫面很有代表性，因為他從來沒想過，一個看起來很傳統的水果攤會和手機支付聯繫在一起。這個我能理解，因為這種畫面在中國已經很常見了。但如果是第一次看到，確實會留下印象。而且有一次，我真的看到一個外國遊客拿現金買水果。然後呢？他先問老闆有沒有零錢。老闆怎麼說？老闆沒有馬上回答，而是直接指了指桌子上的二維碼。這個畫面太真實了。後來，那個外國遊客看着二維碼，看了幾秒鐘，然後轉頭看我。為什麼看你？因為他發現好像所有人都在掃碼。結果他自己反而拿着現金。對。說到這裡，我突然發現一個有意思的事情。以前如果出門沒帶現金，會覺得不方便。
現在很多人出門沒帶現金，甚至不會發現。但是如果手機沒帶，很快就會發現。這個我們後面還要聊。對，因為那是另外一個故事。說到二維碼，我覺得有一個問題，很多中國人都會有共鳴，而且這個問題可能比忘帶錢包更讓人緊張。手機沒電？對，以前手機沒電好像也沒什麼大不了的，最多聯繫不到別人，回家以後再充電就好了。但是現在不一樣了，現在手機沒電的時候，我會突然有一種不安心的感覺。我也是，因為現在很多事情都離不開手機，付款要手機，聯繫朋友要手機，有時候連進辦公樓都要手機。所以手機沒電的時候，感覺不僅僅是手機沒電，而是很多事情突然變得不方便了。還有共享單車，我覺得很多外國朋友第一次看到共享單車的時候，都會覺得很神奇。路邊停着那麼多車，沒有工作人員，也沒有售票處。對，而且最有意思的是，你不需要提前準備什麼，看到車以後，拿出手機掃一掃，就能直接騎走。我以前上班的時候經常這樣，從地鐵站出來以後，如果公司還有一點距離，我就騎共享單車過去，整個過程特別自然。自然到後來，我甚至不會去想自己是在使用一個二維碼。如果小時候有人告訴我，以後路邊會有很多自行車，只要掃一掃就能騎走，我可能不會相信。我也不會相信。但是現在大家已經完全習慣了，所以手機沒電的時候，我第一個想到的不是怎麼聯繫別人，而是今天怎麼回家。這個太真實了，因為很多生活習慣已經改變了。除了共享單車，還有快遞櫃。我覺得這個也是很多外國朋友來到中國以後會注意到的東西。以前取快遞通常要找工作人員，現在很多時候快遞直接放進櫃子裡面，到了以後拿出手機掃一掃，櫃門就打開了。最有意思的是，整個過程可能不到1分鐘，拿快遞、關櫃門、離開，全部完成。而且快到我們已經不會覺得有什麼特別了。如果有人問我平時怎麼取快遞，我第一反應就是掃一掃。我發現現在很多事情好像都是這樣，掃一掃，完成，掃一掃，完成。以前覺得很複雜的事情，現在變得特別簡單。不過這種方便也有代價。手機沒電。對。我有一次出門的時候，手機只剩3%的電。那一天，我幾乎每隔幾分鐘就看一次手機電量。坐地鐵的時候看一下，走路的時候看一下，連等紅燈的時候也會看一下。這麼誇張？真的。因為我知道手機一旦關機，很多事情都會變得不方便。付款不方便，騎車不方便。有時候連找朋友都不方便。這個我能理解，雖然我沒有3%那麼誇張，但我發現現在很多人出門之前會先確認2件事。哪2件事？手機帶沒帶，還有電量夠不夠。以前大家檢查鑰匙和錢包，現在先檢查手機。這樣想想，我們每天真的已經很依賴手機了。而手機裡面最常出現的東西之一就是二維碼。說了這麼多，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。什麼問題？如果明天早上醒來，所有二維碼都消失了，會怎麼樣？我覺得很多人第一反應可能是不相信，因為已經習慣了。就像有人突然告訴你，明天地鐵沒有了，或者手機沒有了，大家會先覺得不可能。確實。但是如果二維碼真的消失，我覺得很多人第一天就會發現，因為很多習慣已經形成了。比如早上買早餐的時候，走到店裡以後，
下意識準備掃碼付款，結果突然發現沒有二維碼。我覺得很多人第一反應甚至不是找現金，而是先看看二維碼是不是貼在別的地方。這個很真實，因為大家已經習慣先找二維碼了。中午去餐廳也是一樣，坐下以後，很多人的習慣動作就是拿出手機準備掃碼點餐，結果發現桌子上什麼都沒有，然後開始不知道應該做什麼。對，因為平時太習慣了。下班以後想騎共享單車，結果發現沒有二維碼。晚上去取快遞，還是沒有二維碼。這樣一想，好像很多事情都會受到影響。而且有些影響我們平時根本不會注意，因為這些動作已經變成習慣了。就像每天回家開門一樣，你不會特別去想自己在用鑰匙，但是如果有一天鑰匙不見了，馬上就會發現。二維碼好像也是這樣。我突然想到，如果二維碼消失，我最不習慣的可能不是付款。那是什麼？加微信。這個我同意。因為現在認識新朋友真的太簡單了，拿出手機掃一掃，事情就結束了。有時候從見面到加上好友，可能連10秒鐘都不用。如果沒有二維碼，可能真的要交換電話號碼了，而且還要一個數字一個數字輸入。突然有一種回到很多年前的感覺。對，我小時候還會背朋友的電話號碼，那個時候如果能背出幾個電話號碼，好像還是一件挺厲害的事情。我也是。現在如果讓我背朋友的電話號碼，我可能一個都背不出來。說到這裡，我突然有點理解我那個外國朋友了。為什麼？因為他剛來中國的時候，一直在問我，為什麼這裡也有二維碼，那裡也有二維碼。當時我覺得這個問題有點奇怪。現在呢？現在聊完以後，我發現他好像是對的，因為二維碼真的到處都是。只是我們已經習慣了。對，每天都能看到，每天都在用，所以慢慢就注意不到它了。直到今天聊天的時候，我才突然發現，原來我一天会看到这麼多二維碼。我也是，平時覺得很普通的東西，認真想一想，其實已經出現在生活的很多地方了。這樣想想，其實還挺有意思的。對，在結束之前，我們來學3個今天會用到的中文詞。如果你以後來中國，這幾個詞可能會經常聽到。第一個詞是二維碼，二維碼就是我們今天一直在聊的那個黑白方塊。現在在中國，付款、加微信、取快遞的時候，經常會看到二維碼。第二個詞是掃碼，掃碼的意思是用手機掃描二維碼。比如很多餐廳會說，請掃碼點餐。第三個詞是習慣，習慣的意思是經常這樣做，所以變得很自然。例如，我已經習慣用手機付款了。你學會了嗎？如果學會了，下次聽到這些詞的時候，你一定會更容易聽懂。今天聊了這麼多中國的二維碼，我突然有點好奇，在你的國家，二維碼常見嗎？最常出現在哪裡？餐廳、商店，還是別的地方？歡迎和我們分享。對了，今天聊了二維碼，下一期的話題也很有中國特色，而且很多外國朋友都聽說過，但是不一定真的理解。下一期我們來聊，中國人真的每天喝熱水嗎？天氣很熱的時候也喝。這個問題我們下期再聊。那我們今天就聊到這裡，希望大家今天可以放鬆一下。感謝你的收聽，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拜拜。